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夜读书。网络中看到很多人谈起这2年的心态，除了焦虑还是焦虑，就像站在悬崖边一样，没有一点安全感，担心收入下降，害怕生病住院，才30来岁就开始忧虑养老问题，越聊越觉得这日子真没法过了。古人说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人有远虑，必有近忧，想只有困难，做才有答案。很喜欢一句诗，莫愁千里路，自有到来风。不要提前焦虑，也不要预知烦恼，生活就是见招拆招，做好该做的事，时间自会给你满意的答案。01，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。杞人忧天的故事，想必很多人都听过。从前有个杞国人，整日忧心忡忡，望着天空，怕天塌，瞧着大地，忧地陷。朋友怎么安慰都不管用，他整天为此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人越来越憔悴。小时候还嘲笑过杞人，庸人自扰。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杞人，整天担忧来担忧去，在想象的泥沼里越陷越深，辗转难眠，忧心如捣。一会儿害怕假如失业了，一会儿担心付出没回报，一会儿恐惧选择出了错。可人生的忧虑是不会尽的，我们完全没必要去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，即便愁如路游，一生都被困在爱而不得和报国无门里，都会感慨一句：物已有限身，长工无尽愁。作家太宰治说，日子只能一天一天好好的过，别无他法，别烦恼明天的事，明天的烦恼明天再烦。生活无非见招拆招，可以事先准备，但不必提前焦虑和预知烦恼，因为这些只会消耗你今天的力气，却解决不了任何明天的问题。02，不要去过临时的生活。诗人佩索阿说，生活充满着悖论，如同玫瑰也是荆棘，考虑多了反而迷茫。半年多没理发了，因为担心翻车了咋办，剪毁了咋办，直到上周末鼓起勇气去剪了，差点被丑哭，但伤心了一会儿就想开了，反而因为完成了一件记挂很久的事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。想起之前很火的一个讨论，不要去过临时的生活，什么意思呢？譬如租房住，布置的就会很随便，因为潜意识里会觉得临时状态不持久，索性选择将就，凑合着过，再深究一点，这也是一种提前焦虑。只要事情不按预想的走，就会敷衍生活，苛责自己。但生命里的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等里。不管什么事，决定了就立刻去做，这本身就能使人生气勃勃，保持一种主动和快乐的心情。如果可以，永远不要过临时的生活，远离临时心态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认真活在每一个当下。永远记住，生命是用来体验的，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。试着允许一切发生，无论好坏，天不会塌，生活也会继续。03，做具体的事，爱具体的人。林清玄曾说，使人生充满意义的，不是对某一个目标的奔赴，而是每一步都得到心安与落实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真谛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逐遥不可及的目标，而在于在每一个当下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，做具体的事，爱具体的人。那么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焦虑，活得很快乐呢？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建议，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心安与快乐。第一，把宏大叙事当作指引，更多关注身边微小的事，
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每天都被各种宏大叙事所包围，比如全球气候变化、经济波动、社会问题等。这些宏大叙事虽然重要，但它们往往让我们感到无力和焦虑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通过宏大叙事来了解自己的方向，但更要立足于微小的、具体的事情，比如和亲人聊聊天，感受亲情的温暖；去菜市场看看瓜果蔬菜，感受生活的烟火气；自己在家做饭吃，享受烹饪的乐趣；饭后散步消食，感受自然的宁静；坚持睡前不看手机，给自己一个安静的夜晚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，却是生活中最真实、最温暖的部分。通过关注这些微小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，减少焦虑。第二，全心全意做一件事，享受当下的美好和温暖。现代生活节奏快，我们常常同时处理多件事情，导致注意力分散，无法真正享受当下的美好。其实，全心全意做一件事，不仅能提高效率，还能让我们感受到内心的满足与快乐。工作时好好工作，专注于手头的任务，享受工作的成就感；喝茶时好好喝茶，感受茶香的醇厚与回甘；吃烤红薯就仔细品味舌尖上的香甜，感受食物的美好；走路就认真走路，感受每一步的踏实与力量；看电影就沉浸其中，感受故事的情感与深度。真正做到一心一意，我们就能在每一个当下找到快乐与满足。第三，多去读书，少胡思乱想。关于焦虑，杨绛曾说，你的问题在于读书太少，想得太多。迷茫的时候，想得越多越焦虑，不如去读书。读书不仅能开阔视野，还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，减少内心的困惑与不安。读得够多、够深入，烦恼就没了。如果总是想不通，建议去看看东坡先生。他一生从黄州、惠州到儋州，贬了又贬，可他该吃吃，该玩玩，该写诗写诗。再大的风雨，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东坡先生的豁达与乐观，正是我们应对焦虑的良方。第四，别提前焦虑，太阳下山有月光。之前在网上看到一句话，一件坏事情还没发生，你就焦虑，等于你经历了2次坏事。真正活通透了的人，从不让自己沉浸在焦虑中，他们懂得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乱，允许幸运发生的同时，一些意外光临，允许一个人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而不是别的什么。巴呀呀，允许。人生的容错率大到你无法想象。太阳下山，还有月光。人生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小事。别怕，你尽管大胆去生活。人生下半场，希望我们都放下焦虑，允许自己出错，允许自己平庸，允许事与愿违，去经历，去体验，去享受人间一趟的美好。第五，学会接纳不完美，享受生活的多样性。生活不可能总是如我们所愿，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挫折、失败和不如意。然而，正是这些不完美，才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学会接纳不完美，享受生活的多样性，是减少焦虑的重要方法。比如，允许自己犯错，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；允许自己平庸，不必追求完美，只要尽力就好；允许事与愿违，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，享受每一个意外的惊喜。通过接纳不完美，我们可以减少内心的压力，找到更多的快乐与满足。第六，培养积极的心态，关注生活中的美好。积极的心态是应对焦虑的关键。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，
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，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减少内心的焦虑。比如，每天记录3件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小事，培养感恩的习惯，多与积极乐观的人交往，感受他们的正能量，学会放松自己，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式缓解压力，保持内心的平静。通过培养积极的心态，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美好与快乐。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，做具体的事，爱具体的人。通过关注身边微小的事，全心全意做一件事，多去读书，别提前焦虑，学会接纳不完美，培养积极的心态，我们可以减少焦虑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快乐。人生下半场，希望我们都放下焦虑，允许自己出错，允许自己平庸，允许事与愿违，去经历，去体验，去享受人间一趟的美好。苏轼说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，谁的人生不是负重前行呢？活得再精彩，也有失落的时候；过得再风光，也有迷茫的时刻。当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又看不透，想不通时，该如何缓解这种失意呢？培根在《论读书》中告诉你，读诗使人灵秀。其实，读诗不仅仅只是使人灵秀，它还具有豁然开朗和醍醐灌顶之功效。人生这场修行，我们注定要经历千回百转。当你生活不顺时，就读这6首励志的古诗词吧。它让你静心的同时，也会点燃你的斗志，带给你前行的力量。01岁月的修行，学会释怀，握紧美好。虞美人，宋·蒋捷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，壮年听雨客舟中。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张爱玲说，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，因为他一睁开眼睛，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，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。年少时意气风发，纵情歌酒；中年时失意低沉，患得患失。昔日的追风少年，变成了今日的痛风中年。人到中年，我们终要学会和人生中的不如意握手言和，学会珍惜，学会释怀，学会拥抱，学会握紧手中的美好。02输赢的修行，人生就是一局残棋。禅诗4首，其二名苍雪松下无人一局残，空山松子落棋盘。神仙更有神仙着，毕竟输赢下不完。增广贤文中说，人情似纸张张薄，世事如棋局局新，新局不断，但残局却无人收拾。人生这局棋下到最后，不跳出棋盘，没有人能够胜天半子。陆游有诗曰，造物小儿如我何，还家依旧一鱼蓑。愤懑迷惘时，多半还在局内；能看开放下时，人已在局外。学会看开，就是修炼；学会放下，就是修行。03离别的修行，往前看，别回头。桂枝香，金陵怀古，宋·王安石登临宋墓。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，千里澄江似练，翠峰如簇，归帆去照残阳里。背西风，酒旗斜矗，彩舟云淡，星河路起，画图难足，念往昔。繁华竞逐，探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，千古凭高对此，漫阶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犹唱，后庭遗曲。通透的人，不是期望黑暗中有一束光，将自己全身照亮，而是懂得在绝望时，为自己开一扇窗。光阴的深处，山一程水一程，总是一边拾起，一边丢弃。余生里，总有尚不明朗的时光。世事沧桑，哪能都如人意？
一个人的成熟在于，无论你经历过怎样的挫折坎坷，怎样的人生历练，最后都能微笑着在时光的路口说一声往前看，别回头。04得失的修行，有得有失才是人生。浣溪沙，宋·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。去年天气就亭台，夕阳西下几时回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晏殊是神童，自幼聪慧，14岁就获得同进士出身，成为太子伴读。太子登基后，他作为太子的自己人，官位不断升迁。随着皇帝的逐渐成熟，又开始疏远他，把他调往外地任职。人生总是得失参半，花的凋零是无奈的，但燕子的归来是可喜的。生命的驿站也许没有永远，但岁月路口总会有新的遇见。走过的路会有孤独和无奈，也会有喜悦和懂得。轻轻地伸出手，与流年作别，把祝福和希望别在衣襟上。愿光阴含笑，岁月凝香。05孤独的修行，人间何处觅知音？小重山，宋·岳飞。昨夜寒穷不著名，惊童千里梦。已3更，起来独自绕街行。人悄悄，帘外月胧明。白首为功名，就山松竹老。祖归程，欲将心事付瑶琴。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乐舞幕反对投降。力主抗金，只可惜栖居在西子湖畔。脂粉堆里的南宋，主持朝局的赵构和秦桧，听不懂铮铮铁骨弹出的弦外之音。他们给武穆的不是兵士和甲胄，而是12道金字牌。崔命符，那兰幸德说：零零彻夜，谁是知音者？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所谓人生，不过是不停的遇见，不停的再见。有幸的成为知己，不幸的成为甲乙。06人生的修行，你笑了，生活才会对你微笑。惜花银，唐·暴君挥之上花。花下人，可怜颜色俱青春。昨日看花花灼灼，今朝看花花欲落。不如尽此花下欢，莫待春风总吹却。莺歌蝶舞韶光长，红炉煮茗松花香。妆成罢银自由后，独把方知归洞房。世间万千，处处皆是景。在花下饮茶，心是含香的；在檐下听雨，心是诗意的；在原野里奔跑，心是宽广的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以温暖而强大的心，走自己的路，过自己的桥，看自己的风景，爱自己该爱的人。回首看时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千般荒凉，以此为梦；万里蝶谢，以此为归。虽然窗外水瘦山寒，内心也可以一路盛装，以欢喜心过生活，以平常心对浮沉。心平气和地过好每一个当下，微笑着接纳，温柔地远送。你笑了，生活才会对你微笑。星光不问赶路人，时光不负追梦人。你给世界什么姿态，世界将还你什么样的人生。人人都有一段艰难的日子，熬过这一段，终将迎来晴天。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别放弃，走过那些坎坷的路，尘埃落定之后，定会苦尽甘来。人生苦短，一路走来，实属不易。请对自己说，你辛苦了。人生之旅充满了坎坷和艰辛，每个人活着都是甘苦相依，笑泪交替。请你在饱尝酸甜苦辣，历经世事沧桑的同时，好好的照顾自己。生活中别忘记提醒自己，快乐是健康的前提。最好的医生是自己，最好的心态是淡然，最好的证明是时间，最好的心情是宁静，最好的交流是笑容。岁月的流转，让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人，也让我们认识了更坚强的自己。
人生在世，总有太多的事情要扛，总有太多的难关要闯，总有太多的苦水要咽，总有太多的风雨要挡。对于父母，我们不但要尽孝心、尽义务，还必须有尽孝的物质保障，不然只能是空谈空想。想让父母吃好、喝好、穿好，生活高质量，需要我们忘我的工作，让父母无忧、开心、舒畅，需要我们操心劳神，再苦再累无需去说，必须担当。对于孩子，我们不但要尽爱心，还得尽苦心、尽责任，无微不至的呵护，呕心沥血的培养，走了那么多的路，淌过那么多的河，饱尝了那么多岁月的沧桑，饱览了那么多美好的风光。我们的心一年比一年成熟，人一年比一年干练，性格也越来越坚强。生活让我们更懂得了人生的加减法，懂得了应该放下包袱，卸掉累赘，消除烦恼，懂得了自己要主动地寻找快乐，寻求轻松，追求幸福。我们虽然活得很辛苦，但很值得，因为我们曾经在大雨中为别人撑过伞，在黑暗中为别人提过灯，在痛苦的人面前逗过笑，在生病的人床前陪过夜，在开心的人面前添过乐。这些都足以让我们累着苦着并快乐着，这一切都体现着我们的善良。勤劳是美德，善良受人尊，但不能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，也要好好的疼爱自己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烦躁不安，不要因为碰到一点困难就一蹶不振，不要因为跌倒一次就没有勇气站起来，不要因为没有贵人相助就失落失意。世上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只有靠自己救自己。我们辛苦了没关系，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会记得你，他们记得你的善良，记得你的热情，记得你的付出，这些都是驱使你更加优秀的动力。我们还是要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，虽然很辛苦，只要于心无愧就好；虽然很辛苦，只要奉献给亲人就好；虽然很辛苦，只要奉献给朋友就好；虽然很辛苦，只要奉献给事业就好；虽然辛苦，只要奉献给社会就好。请对自己说，你辛苦了，是对自己的慰问，对自己的肯定，也是对自己的褒奖。为了自己该为的人，为了自己该做的事，我们再辛苦，心里也甜；再辛苦，也无悔无怨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，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支持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